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：同样是人，为什么有的人天生聪明，家世显赫，富贵到老，有的人则是终其一生努力奋斗，到头来还是潦倒以终？人的贫富贵贱，穷通有无，到底是由谁来主宰的呢？我们又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，把控自己的未来呢？针对这两个问题，今天我将与你一起探讨这隐藏在贫富贵贱后的命运天机。接下来的影片可能会影响你未来的人生，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地聆听。其实同样是人，为什么有的人出身豪门，家世显赫，有的人门第寒微，卑贱低下，有的人天赋异禀，端庄美丽，有的人资质平庸，其貌不扬，有的人一生坐享祖上余荫，福禄双全，凡事顺遂，有的人即使再怎么努力奋斗，结果还是颠沛困顿，潦倒以终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一言以蔽之，都是由于个人素世善恶业所招感的果报，而一般人则将这一切不同的人生际遇归之为命运。命运的产生其实就是三世因果的现象。就佛教来讲，生命是通于三世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流转的生命，而生命流转的经过就是12因缘。12因缘中是这么说的：有情众生由于无始以来的一念无明，造作了各种行为，因此产生业识，随着业识投胎而有名色，继而六乳成形，借着六根接触外境而产生感受，而后升起爱染欲望，进而有了执取的行动，结果造下业有，生命的个体就此形成。有了生，终将难免老死，死后又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。因为生命是三世循环不已，而三世循环的生命就是靠着累世所造作的业来贯穿。所以我们今生的命运好与坏，不是现世因缘才决定的结果，而是过去久远以来多生多世所累积的善恶业力，到了此生都能现前，都能发芽，都能生长。因此今生的幸与不幸，除了今生的行为因素以外，也与过去世的因缘有关。同样的，我们今生所做的善恶好坏，也可以在未来开花结果，成为来世的命运。此即佛经所说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未来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三世的生命，好好坏坏，互为因果，所以今生的幸福、富有、荣华富贵，都与前世的好因好缘有关。这就如同我们赞美资质优秀的儿童为天才，天赋异禀，天就是因果，因为他有过去所作所为的基因，到了现世因缘成熟，自能显现他的聪明才智。反之，有的人今生穷途潦倒，挫折不断，也不要怨天尤人，怪你怪他，这也是由于前世的作为业力所招感的结果。从佛教的因果观来看，每一件事都有其因缘，而主要的原因就是业力。
在《正法念处经》地狱品说：火刀怨毒等，虽害犹可忍，若自造恶业，后苦过于世，亲眷皆分离，为业不相舍，善恶未来世，一切实随主，随花何处去？其相亦随主。若作善恶业，随主已如是。众鸟依树林，但取木还及，众生亦如是。后世还何会？业维系着我们三世的生命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从现在到未来，生生世世永无休止的在六道里轮回不已。所以人生要想改变命运，必定要从自我身口意的行为改造做起，也就是要从因上去探究。如果凡事只在果报上计较追求，那是无济于事的。例如有的人天生聪明，就是过去是勤劳用心得遇善知识，信受奉行的结果。家境富有的人，因为他节俭有预算勤生产，由于我们每个人的贫贱显达是依行为而决定，行为有因果的关系，行为是因，业报是果，业左右了人生的穷通祸福。因此我们的每一个举心动念，可以说都是在创造自己的命运。我们不必依赖算命、看相、卜卦、求签、掷角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与未来，自己的身心行为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例如心思改变，态度会随之而变，态度改变，习惯会随之而变，习惯改变，人格会随之而变，人格改变，命运会随之而变。因此改心换性是改变命运的要剂，回头转身是开创命运的良方。命运就如世间事，都是有因有果，种什么因就收什么果，因果报应毫厘不差，而果报的好坏都是取决于自己的业力，不由天神所赐。如果我们所做正直，即使阎罗王也不敢随便裁判处罚我们。正如世间上的法官，一旦判了冤狱，自己也会受到制裁。假如我们的行为不好，即使阎罗王受到贿赂而判决不公，他也会受到报应。所以人人有佛性，人人也都是上帝，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。其实人的一切都由福报主宰，生活一切不顺遂的根本原因就是福报不够。如果一个人有了足够大的福报，一切财富都能为你所用，一切心愿都能实现。那么什么是福报呢？毫无疑问，我们每个人都想福报满满，因为它意味着财富、地位、健康、长寿、家庭幸福，甚至于无病无灾。我们可以用这些外在的条件去形容一个人究竟具有多大的福报。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两个疑问：福报是真实存在的吗？是与生俱来的，还是后天培养起来的呢？福报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获得福报，学儒释道、学圣贤文化的人都知道。我们应该福慧双修，
福会双增，最后福会圆满。这个福代表的就是物质世界，就是我们世俗之间的车房，儿孙满堂，钱够花，居有定所，安居乐业。所以大家都在求富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有的人他的福报很好，可是他没有智慧，导致他的福报就有漏缺。比如说两口子玩命的创业，没时间管孩子，孩子不听话，要么就用钱跟孩子做交换，要么就用暴力猛揍一顿。因为忙得实在也没有耐心，更谈不上智慧，所以慢慢的孩子变得孤僻，变得胆小，变得对学业没有任何的兴趣，甚至最后变成了纨绔子弟，败家子儿。最后你发现你赚再多钱也没有用，你的家庭还是没有幸福。因此你发现没有，如果你没有慧，你的福是延续不了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边修福一边修慧，只有福慧双增，你才能绵延不断的。想要追求财富者，首先就要立德，认识什么是福报。我们的老祖宗很有智慧，如果一个家庭中出了一个大人物，人们都会称赞他祖上有德，也就是说所谓的福报、德行。这些大数据是可以相互影响而代代相传的，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，为何有的人出生就在富贵之家，而有的人出生于寻常百姓，家境比较困苦。这都是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大数据所记载的信息不同所致。有的人信息好，出生也就比较好，不仅是出生的贫富贵贱，连个人文化知识、智慧程度、记忆理解能力、个人的脾气性格、各种习气等，都有很完整的数据信息记录。而且这些信息是与你的家庭、家族相应的，这就造成了有的人天生就比较聪慧，记忆力好，喜好读书，而有的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，喜欢做生意、经商赚钱等等。我们已经记录的数据信息虽然是事实，不能被改变，但是后天的影响也一样是巨大的。在各种因缘、环境条件的作用下，最主要的是自己主观意识的改变。很多人都把自己的信息渐渐地修改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身边的很多人不向命运低头，频频逆袭，扭转了自己的人生。我国古代这样的案例也是数不胜数。袁了凡就通过不断的行善积德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实际上，他的每一次心念的转变，每一次行善积德的行为，都是在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大数据，让他朝着好的一面去发展。现在的人们都想要发财，那么发财的根本是什么？大学中说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德行才是人们拥有财富多少的决定因素。如果一个人不注重完善自己的德行，而疯狂地采用各种方式去追求财富，无异于舍本逐末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所以无德者万万不可求财，这样背道而行，
只能产生两种结果：第一是无论如何都求不到；第二，即使是求到了，自己的德行也承受不住，必然要遭受各种灾难散尽，这又是何苦呢？所以想要追求财富者，首先就要立德，把自己的大数据一点点的完善修复好，通过努力把之前的错误的信息从大数据中渐渐删除，建立起全新的正面的数据信息。有了这样的正能量场，自然会吸引所有正面的人和事物。德行建立起来了，福报根本就不用求，自然也就跟过来了。二，福报就是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福报确实非常重要，有福报的人和没福报的人差别非常大。有福报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做许多善事，而没有福报的人费尽力气，却连一件善事也无法办成。因缘品中对此也有比较，诸福真奇妙，其果极善妙，无似福解脱。是故当积福，福德浅薄者，难化堕恶趣。如沙中无油，笔者其有乐。讲得非常清楚，福德非常奇妙，它的果报极其善妙，没有像福的那样能令众生获得解脱的，因此希求解脱的人应当积累福德，而福德浅薄的人很难度化，即使给他们宣说再多的佛法也没用。这些人的前途只有堕入三恶趣，就像沙子里榨不出油一样。福德浅薄者不可能拥有安乐。唐代的法照大师在五台山亲见文殊菩萨时，文殊菩萨对他说：诸修行门，无过念佛，供养三宝，福慧双修，此之二门最为敬要。佛经中说，一切世间诸安乐，皆由供养三宝生，故当恒勤供三宝。地藏十轮经中也说，三界中安乐，皆由三宝生，故求安乐人，常供养三宝。华严经中说，若彼常于三宝中恭敬供养无疲厌，则能超出四魔境，速成无上佛菩提。入中论中云，彼诸众生皆求乐，若无资具乐非有，只手用具从师出，故佛先说不施论。可是有的人甚至连一把青稞也不供施，却奢望获得一切所想的东西，这种贪心将毁灭一切希求，结果一无所得。我们那里有一种说法，未曾击鼓无成就，未经摇头无本尊。意思是说，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一定的努力，否则不可能成功。就像没有击鼓就不会发出声音，或者连摇头动身的勤做都没有，就不会成就本尊一样。与这些大德相比，有些人没有做过任何积资进账，就认为自己已经开悟了。到底他们悟了什么也不好说。交往经中说，人死的时候，一切财产受用，亲友眷属都不会跟随自己，只有生前造的善恶业会跟随自己。如果自己本来没有证悟，却自欺欺人，不精进积累善业，忏悔罪业，到死亡的时候，
该跟随自己的善业一点也没有，而不该跟随的恶业却紧随身后。这样的开悟者是不是有点奇怪？如又绕佛塔经云：谁以等信心供养在世佛，与其舍利塔，福德无有别。有些人脖子上挂着一大串像章，释迦牟尼佛、观世音菩萨、莲花生大士，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响，这也是有福报的象征。如果没有福报，连这些象章也见不到。只要自己的心清净，就可以积累巨大的福德。糟糕的是，大事变小事，这就是福报。丢掉烂人就是福报，可孽缘清清爽爽的断掉也是福报。没有福报的表现就是每天跟那些孽缘纠缠不清。福报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人长期积德行善，从而被赐予的福气、财气、运气的综合。福报包括钱财资粮、房子车子、银行存款、地位名誉、身体健康、家庭和睦、长寿无病等等。什么是福报好的表现呢？大概率就是你状态特别好的时候，可能是人家的平常状态。你运气特别好、特别顺的一天，其实是人家很普通的一天。归根到底，难以跨越的是福报的差距，是境界、纬度的差距。福报就是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那么怎么做才能快速增长福报呢？好运的时候乘风破浪，建功立业；差运的时候安于闲适，修身养性。如何获得福报呢？发自内心的做好事，无论大小，不求回报，不计较得失。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人，家世风光，子孙多有孝顺。要金钱有金钱，要爱情有爱情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官位有官位。三，怎么积福报呢？福报是人生幸福的底蕴，能给人足够的财富、体面的工作、甜蜜的爱情、好的人缘，使家庭和睦融洽，亲人相亲相爱，爱人忠贞，使平安吉祥。智者大师说过，修福德不修智慧叫做愚，修智慧不修福德叫做狂。消耗享用过去的福报叫做吃腐食，不积福报总有一天会把福报吃完。没有福报处处是苦。星云大师也曾开示，钱只能这辈子用，福报呢，生生世世都可以用。比起金钱，人更应该储存的是福报。有福报，走到哪里都有得吃，做什么行业都能赚钱。没有福报，钱来了也守不住。一个人的成就靠的是智慧加福报。单有智慧，很会读书；没有福报，走到社会上赚钱就很困难。读书要会读，但赚钱和读书是两码事。做生意、做企业，首先靠的是福报，其次才是智慧。福报不够，生活常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顺和问题，这就是俗话说的镇不住。镇不住人是五，比如镇不住上司，
镇不住下属，镇不住配偶，镇不住考试，镇不住姻缘，镇不住工作，汇聚不了人气，镇不住自己。贫穷，人缘差。什么是穷？佛家有6种穷：财穷、身穷、智慧穷、心良穷、福报穷、担当穷。贫穷的人没有钱财，没有福报，到哪里都很落寞。很多人认为钱是自己赚来的，其实大部分是福报送来的。在佛门里，钱有8只脚，人只有2只。赚钱3分靠努力，7分靠福报。如果你有福报，做什么都赚钱；如果没有福报，只能追着钱跑，既辛苦又得不到。平日里也见过一些人很努力，但总剩不下几个钱，这就是先天福报不足的表现。你过去、现在、将来遇到或得到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财富，都决定于自己的福报。福报不够，佛陀即使送来了福气也镇不住，留不下。现在的人，尤其是在校或者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，最重要的是大概是研究自己怎样做才能被人接受，让人家要你。人缘好坏也决定于福报，福报浅的人人缘很差，厌恶自己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连说话的人都找不到。喜欢的对象老给你冷脸，你觉得压抑，不平等。原来的好友不知为何疏远或反目成仇，在他处见到的陌生人也会无端地厌恶自己，不愿意与自己打交道。人缘差，不甘心却没办法。福报浅，做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不必羡慕别人的福报比你大，只要学会在日常点点滴滴里积累福报的法门，你的福报将不比任何一个人差。福报不是偷来的，不是抢来的，不是妄想就有的，更不是怨恨就可以获得的，只能自己一分一分地耕耘来的。星云大师曾开示，人的福报都是自己赔的，任何人都是无法代替，哪怕是亲人。一个人的福报有多少，是由自己决定的。一念的善心可以消除很多的罪业，一念的慈悲能够增加很多的功德。有的人因为拾金不昧而获得福报，有的人因为不贪不义之财有了善缘，有的人因为救苦救难而消灾免难，有的人因为不失明灯因此全家团圆，甚至贫女一灯，借此因缘遇到大富长者，所以福报就来了。人间有那么多积福报的法门，你知道几种呢？最快积累福报的法门有哪些呢？当中有多少致富的方法你了解吗？这些书生快速积累福报的法门，全在星云大师的经典著作《福报》里。福报堪称积累福报、获得人生幸福的指南。在星云大师看来，财富并不只限于金钱，还包括好的人缘、生活的智慧、勤劳、慈悲等。大师结合自己多年的人生经历，
启发大家怎样才会与福报、财富结缘，让自己的人生圆满富足。怎么样才能修来福报呢？可以从以下4点加强自己的修为。第一，善因好缘。佛家哲学中，天理循环，因果不虚，种善因得善果，提倡积德行善，为自己修福报。道家也讲因果，道家经典《太上感应篇》有云：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因果2字是我们为人做事时刻应该谨记的。一个人想要得到福报，必须要种下善的种子，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活中要主动与人沟通，助人为乐，广结善缘。助人者，人恒助之。即便做好事的初衷是不求回报的，而福报也自然会找到你。老子《道德经》有云：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天道是公平。第二，勤俭节约。老子《道德经》中说：我有3宝，持而保之。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，俭故能广。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勤俭节约是老子的3宝之一。如果不懂勤俭节约，即便有家财万贯，也会被败光，更谈不上福报。第三，吃亏奉献。中国民间有句老话，吃亏是福。简短的4个字，其实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。老子在他的《道德经》中有句传世名言：或惜福所依，福惜祸所伏。有些时候我们看似吃亏了，未尝不是好事。看似占了便宜，却可能埋下的是祸端。喜欢吃亏的人总会得到福报。一个心胸宽广的人，不会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，你对我错而斤斤计较。不是我不在乎，不是我有钱，而是我度量大。生活中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态，这样子你就会形成自身的一个正能量场，福报会慢慢向你聚拢来。第四，慈悲喜舍。在佛教经典《阿含经》有这样的记载：有一位小沙弥，本来应该夭寿的，因为一念慈悲，救了许多受困水塘的蚂蚁而延寿。一念善心可以消除罪业，一念慈悲能够增加功德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慈悲喜舍不仅是佛教所倡导的，不管你信不信佛，只要你想获得福报，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思想。信佛其实是信自己的，佛就是觉悟的人，心中有佛，心中觉悟，对别人慈悲，为别人做好事，对于别人你就是佛菩萨。所以什么是福报呢？福报不同于福气，福气是在世间上得到一点福利而已，而福报包含世间福和出世间的福，它来自于修行的功德力，是种下的因所收获的果。福报是自己努力得来的，做到以上4点，五福齐来，长寿、富贵、
健康，子孙满堂，善终这五福都会来到你身边。俗话说，种善因得善果，佛言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易经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。有福的人不急不慌，轻轻松松的就能发财；没福的人心急火燎，忙忙碌碌还是赚不到钱。佛门六度万行第一条就是布施，布施就是帮我们修福。财布施得财富的果报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的果报，无畏布施的健康长寿的果报。一个人为什么赚钱容易，为什么财富很多，就是因为前世修布施的缘故。一个人前世修布施很少，今生就会贫穷，赚钱就很难。所以说，要想赚钱，要想获得财富，就要从修布施开始，积极培福。有了福报，做什么行业都会赚钱。惜福比修福更可贵。在惜福的时候，你懂得去感恩付出的人，懂得珍惜，懂得勤俭。可是在造福的时候，一味的希望能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这颗贪求的心也许已经使自己更加的堕落。若能一面造福，一面惜福，相信福分的积累一定会大幅度的上升。而且这个福来的时候，你会享受得很快乐，因为你的心是善的。福慧是一体的，真正的福气是从智慧中来，是从慈悲心中来。愿我们都做一个福慧双修的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感恩所有的遇见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福慧双修，愿众生皆平安吉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